有一个特别狠但能让女人强行爱上你的经济学理念：损失厌恶。从投资上来讲啊，就是比起盈利呢，人会更加害怕亏损；比起得到呢，人会更加害怕失去。就像那些海王渣男，建模一般，实力一般，但是顶美就是会心甘情愿的为他买单。而你揣着上百个存款，转账送礼一样不落，却只能追着喊面子啊！为什么？因为长期绑定一段关系的，从来不是外部价值的堆积，而是损失厌恶心理，是女人对关系的投入。那今天还是老规矩好吧，用法呢还是拿一个交付结束的这个故事给大家分析一下，方便各位去深度理解。那这个兄弟呢，95年的，做电商啊，有点小实力，长得呢也还不错。之前这个兄弟就遇到的都是那种女生主动投怀送抱，而且他也理所当然的觉得这是他的人格魅力。但是就在今年的8月25号，他遇到了人生的滑铁卢。当时这个兄弟去了一个清吧酒吧，遇到了一个驻唱歌手啊，虽然长着一张娃娃脸，但是一头卷发，港风穿搭，还专唱粤语，那种反差感直接唱到了兄弟心班上。本来兄弟以为长得这么可爱应该很好得到的呀，结果人家不吃砸钱这一套。兄弟送了礼物，那女生呢直接说什么：对了吧，你品味挺一般的。约他吃饭呢，他说什么：是要准备吃饭、逛街、看电影一条龙吗？是的话我就没空。但兄弟前一句话才说我就没见过这么油盐不进的女人，后面呢又马上说：但我知道她是个有个性的女孩子，跟我身边的所有女生都不一样，这个真的麻烦了，我太喜欢她。来，我们来看一下我们来看对话一。兄弟说什么？小叶，我给你买了条克漏心项链，感觉挺合适你的。女生直接回复了说：这都烂大街了，退了吧，你品味真挺一般的。OK， 兄弟怎么说？那你喜欢什么？我重新给你买。那我们再来看第二个对话。兄弟当时说：小叶，明天有空吗？一起吃个饭呗。女生直接回复说：是要准备吃饭看电影一条龙吗？是的话我就没空。OK， 这个兄弟最大的问题其实就是一个不懂人性。一方面呢，是他的快速投入暴露了高需求，那些项链礼物谄媚的这种讨好都是你在赞助，而女生是毫无投入。我之前说过女人喜欢的是你好像喜欢她，又好像毫不 care 她的这种状态，而单方面的价值投入就会注定让你关系失衡。那另一方面呢，就是兄弟他的内核不稳，前一秒他油盐不进，下一秒我真的非常喜欢，这是非常典型的自我框架崩塌。你的情绪完全被这个女人的反馈给拿捏了。不过情况也没有那么糟糕因为这种爱怼人的女孩呢，都是嘴上锐利，其实内在是很柔软的。她们追求的不是什么物质，而是爱情，就是爱情。当你征服了她，当她为你投入的时候她就会比所有的女人都要忠诚，比任何女人都要温柔。OK， 那我们现在直接来看一下这个兄弟当时是怎么做的首先呢，我们将计就计培养了这个女人对兄弟的一个习惯。兄弟们，你们得知道习惯对普通人来说就是最大成本投入就像同居的情侣很难分手，为什么？习惯了，毕竟磨合的困难远没有分开的阶段反应让人更痛苦。所以我们呢，就让兄弟继续讨好，并且还要比之前脸皮更厚需求更强。那当时呢，兄弟就跟我说：教哥放心，刷存在感这种东西我在行。当然这个期间呢，我也在给兄弟补课，扭转他的这种思维框架，让他抽离出那种被女人支配情绪的状态。那后面呢，他每天都准时准点去女生驻唱的清吧等着，还送她回家。最开始这个女生是一副不耐烦的状态，到后面呢，兄弟就跟我反馈说：教哥，我发现她态度好像真的有转变现在她唱完了之后，已经会很自然的走到我这边来了，也不嚷嚷着要自己打车了。那当时我看到这个消息我就知道差不多了。马上呢，我就跟这个兄弟电话沟通了一个后续的具体方案并且呢，也让他不用再去每天去蹲点了。这个叫什么？点到即止的抽离。各位要知道，对女人好，给女人付出本身是没有错的，错就错在你们给的太多，给的太满。而有句话叫什么呀？水满则溢，月盈则亏。感情也是这个道理所以比起拉近关系，更重要的是如何拿捏分寸，保持距离。我给兄弟们一个公式，好吧？3-3原则：3天蹲点，3天消失。女人问起来也别解释，循环往复就像这里有一次消失之后呢，这个女生就主动发来了一条消息说：你玩消消乐呢，集满3天就消失，
啊。这条消息背后的底层逻辑就是女人对兄弟的消失已经产生了阶段性反应，而这个就是损失厌恶要达到的第一个目的，投入情绪。不过这个呢只是开始啊，我就让兄弟直接回复说乖，在忙啊。女人虽然表面上是怼，但是我们知道她内心其实是关心，对不对？那这个时候一个乖字就安抚了对方的情绪，并且简简单单的一个在忙，既没有详细解释，也没有自证让自己陷入低位，那对方会不会就有一种拳头打在棉花上的无力感呢？他的探索欲会不会就会愈加的强烈？这个时候我们要干嘛呀？把探索欲转化为占有欲。女生后面的消息啊，我们是没有再回复的，但是啊，我就让兄弟跟朋友去看了个电影，还在朋友圈发了个影评，配图电影片段啊，加2张电影票。虽然对于这种比较锐利的这种女孩啊，我们不能直接输出，但可以让她自己瞎猜，让她自己去制造假想敌。兄弟们，你们始终要记住，真正的强者从来不会告诉别人我有什么，只会让别人主动来探索我还有什么。当时朋友圈发完的当天晚上，女生就再次主动给这个兄弟发了个消息，你表现的机会来了，今天想吃烧鸟。我们怎么回复的？所以这2个字发过去呢，女生马上就急了，因为之前兄弟从没有过这样的武艺啊，所以这个女生呢就直接回了个问号，还说什么哎呦，之前某些人天天追着约我吃饭，现在又听不懂了。那我们怎么回复的啊？我们说妹妹，你当你张雨绮呢？来到法国也要去追你吗？女生也回复了，说你不学川剧变脸真的可惜了，新欢刚找到马上就不装了，果然男人都差不多。各位看到重点了没有？朋友圈的2张电影票已经植入了对方的内心了，加上我们高位输出的一种姿态，女生也把自己带入了旧爱的角色，而这种隐蔽的情绪就是她害怕失去的最直观的一种表现。那我们现在应该干嘛呀？那升温关系最直观的方式是什么？是见面啊！线上100句不如面对面聊1句，并且这个兄弟当时其实也跟了我有1个月了，所以完全是可以独当一面了。他当时直接就跟这个女生说新欢，那谁是旧爱啊？你吗？这一句话直接发出去，女生那边就直接断断续续啊，就一直是在输入，然后又等了半天没有回复过来，1个消息没有啊。等了很久之后，女生回了一句话，实在想不起来就算了，像你这种四处留情的渣男，就等着单一辈子吧。兄弟当时就回复啊，就说我不单身，谁大半夜陪你吃夜宵啊？女生就回复了说行吧，那不骂你了啊，我12点半结束，你早点过来等我。那兄弟说谁说是今天了？女生说那是啥时候啊？我就今天想吃。那兄弟回复说如果非要是今天也可以，不过这得看你诚意。女生说了啊，这样吧，你陪我吃夜宵，我陪你小酌2杯，合理。兄弟们永远要记住，不管女人的嘴有多毒，或者说有多么的强势，但她终归都是女人，是女人就会有矜持属性，就会有柔软和娇俏的一面。所以当她在面对你的暧昧试探时，表现出一种不承认不否认的态度，那你就要明白啊，这个就是窗口释放。你该做的不是要追着去要答案，而是心照不宣的递出台阶，制造关系升温的机会。当天晚上他们2个人吃完饭之后小酌了2杯，女生呢也放下了之前那种怼天怼地的气势，开始跟这个兄弟聊了一些内心的想法。后续呢我就不多说了，成年人之间啥都懂。所以啊，各位要明白，我们女人眼里的爱情是恨海晴天的那种拉扯，是我们主动想要占有一个人和了解一个人的欲望，而不是一味的好和付出。但是你们现在所看到的内容呢，说实话只是交付过程的冰山一角，所以各位不要盲目的去照办啊。还是那句话，有特殊情况呢，我们要特殊对待，有问题滴滴。还是那句话，弱者专研情感或技巧，强者只讲人性。我是肖哥，下期见。